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红紫路飞的教学视频。你要问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红紫路飞的教学视频？因为10就玩不了了呀，再不出就来不及了。其实就是因为10的新卡对我这个思路下的红紫路飞的构筑影响不大。硬要说的话，可能只有一张诸神杀，我认为会比较有投入价值，能弥补一个跳配组件。但是相较于神朱砂，我可能更倾向于带太好吃了。另一种思路是放弃草帽轴，去走藤团轴，带8费明哥和5费克拉松，也是日本那边出现过的上位思路。说实话，这个思路我觉得主要是信息差，需要放弃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还有个新出的2000边乔巴，你要没看过原著的话，叫它山治也行。说实话，在我现在的思路下，我还是更倾向于原来的紫色山治，因为我有一套常用的拉扯 combo， 会比较需要这个山治，之后也会给大家介绍。前言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依照惯例，先把构筑放出来，然后讲解打法思路。那构筑都公开了，求大家点个手里免费的赞，不过分吧？先赞后看，养成好习惯。咱们本期红紫路飞的构筑思路及打法思路讲解，现在发车了。先快速过一遍红紫路飞的领袖特点：红紫双色，3血6000头，启动主要每回合一次，8东以上或者没有东时跳一个活动，唯一双色6000头的领袖，代价就是只有3血，天生比别人少1到2张资源，这使得红紫路飞比其他领袖更怕蹭，这是比较明显的劣势点。但是常驻6000头也是比较直接的换来了更多的优势。正常情况下，对面至少要贴一东才能踢到你，这多多少少能起到一定的干扰作用。然后就是将有效打点的门槛直接拉高到了6000，会迫使对方的铺场要求也会变高，至少是从3东提高到了4东，多数情况下甚至是5东。乍一听可能觉得没什么，只是多了1、2东的需求，但是你要知道 OPCG 最多只有10个东啊。就拿常规5000头领袖举例，10费我上3个3费白板，下轮我什么都不干，至少都要你3张1000边。而6000头的话，打底需求4费以上的角色，那么10费一轮最多只能上2个超过6000的角色，天然比人家少挨一脚。最实际的反馈就是在游戏过程中，你经常会发现对面因为蹭不到你，无法消耗你的手牌，反而资源会比一般领袖要多那么一点。因此如何最大化的发挥自己6000头的优势，是红紫路飞很重要的一门必修课。接下来聊一下领袖技能。领袖技能就很简单了，有8就有9，有9就有10，所以构筑时可以区别于常规领袖，主要以9费曲线为主。灵东的时候呢，目前只有2种情况，一个是马凯 TT， 这个红紫路飞一般不用，暂时跳过。另一种就是10费的尼卡路飞再来一轮了，因为红紫路飞的领袖技能是没有任何代价的，所以基本可以说10费的尼卡就是为红紫路飞专门设计的，也不为过。紫路飞直呼羡慕。基于领袖技能，构筑思路也就非常明确了，尽早跳到8费，就能比别人更快的上9费角色。之后的每个10费回合，如果你能稳定做到每个回合都能炸一个东，就相当于你每个回合可以使用的费用都是11费。一个回合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如果多来几个回合，量变引起质变就完全不一样了。关于我以上的几个理解，咱们总结下来就是红紫路飞前期依赖稳定跳费，后期依赖稳定炸东，只要这2点做好了，红紫路飞打谁都可以说不会很虚。那如何保证稳定做到我说的这2点呢？就要说到构筑单卡的取舍了。红紫路飞对于前期跳费的依赖程度可以说是大于其他一切的跳费领袖，哪怕我曾经说过紫黑路飞也很依赖前期跳费，但是紫黑路飞可以通过选后手来规避这个问题，可咱们的红紫路飞完全没有这个选项。还是我之前的观点，追求跳费的领袖都是无脑要先的，只有先手才能带来更高的压制力。所以大家能看到我的构筑里面50张的卡组携带了11张的跳费组件，分别是4张索隆十郎、4张小冯、2张大看板以及一个双指萨拉。经过测试，这个数量基本可以保证5费回合至少能跳出来一东，而只要跳出来这一东，下回合到8费，领袖技能到9费，就相当于跳了1次等于别人跳2次，这跳费收益可以说是极高的，完全对得起牺牲这11张的数量，只为这一件事服务。这11张也是棋手找牌的最高优先级，只要没有这11张中的任意一张，哪怕其他5张再好，你都必须直接调度。这是玩红紫路飞很重要的核心策略，前期只干一件事，就是跳费，其他任何节奏都没有也没关系，必须把费先跳上去，这点大家一定要信我的，千万不能左了。关于跳费组件的取舍，4张索隆十郎，4张小冯，我认为是完全不能动的。索隆十郎3费就能登场，同时3血的发动条件可以说基本就是为红紫路飞设计的，并且又是高贵的草帽一伙，可以跟贾卡巨人用同一个检索，满编没什么好解释的。小冯是因为比其他的4费跳费组件优质太多了，除了贵没别的任何毛病。实在买不起的话，我的建议可能是换卡组了。
当前环境完全不建议替换。因为当前环境下，如果你没抢到先手，那么后手4费可以说是必须要跳出来这一费的。根本原因就是我认为7费基德是当前环境红子路飞最重要的单卡，可以说是红子路飞在当前环境唯一的生存手段。能否提早1回合登场，基本会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一整局的走向。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我还特意多带了2张大看板和一个双指萨拉，目的也是尽可能的保证4费时跳飞的稳定。很多时候哪怕萨拉再亏，该跳也得跳，因为跳不出来一定更亏。说完跳费组件，快速过下底轴部分。因为当前环境采用草帽轴作为底轴，应该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续航核心贾卡巨人，跳费核心索隆十郎，斩杀核心乌索巴，顶级大哥9费路飞，都是高贵的草帽一伙，所以携带4个奈美的收益可以说是相当的高的。当然啊，如果你认为检索数量不够，甚至可以再多携带2个检索罗。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罗检索不了巨人，所以空检率可能会比较高。如果你考虑带罗的话，也需要多增加点草帽一伙的浓度。这里还有个特别的检索，就是这个在海上海盗来当你们的对手，不但能检索草帽轴的这堆，还能检索7费基德。主要问题还是没边，看3的范围也比较小，后期上手甚至会因为害怕空检不敢开它，只能是留着为橡胶巨人，能开出来的机会比较少。不过如果真的感觉缺检索，完全可以带。借着底轴正好讲下2000边的取舍。首先就是因为红子路飞是6000头，所以其实完全可以不带满12个2000边，毕竟2000边都是亏身材的，手里卡一堆2000边你也会比较难受，经常2000当1000用，所以还不如多带一些优质的1000边会更舒坦。我带的这10张2000边里，萨拉是弥补一个跳费组件，4个乌索巴关键的过墙斩杀组件一定要满，没什么好说的。2000边的山治，当前环境因为没什么更优质的了，同时又是唯一的2000边阻挡者，所以该满也是要满的。这里为了展望 OP10， 我拿它跟10的2000边阻挡乔巴对比一下。乔巴的优势是稳定是4费，劣势则是打点不够。山治的优势是打点是6000，可能3费登场，劣势则是6费登场很亏。但是因为我现在的打法思路基本上都是能站7基德一定先站住一个7基德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拖轮次的 combo， 5费登场个奎因炸个东，7基德打一脚炸个东，然后3费登场山治，再领袖技能把东加回来，约等于是7费占了2强，还帮忙进行了绿筹。而且这个 combo 的达成率还不低，10场里面得有7场8场能打出这个 combo， 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带满奎因而不是预组的阿娜美的一个主要原因。10的话，因为黑胡子的数量可能大量增加，大家就根据自己所在的环境选择就好了。黑胡子多就乔巴，黑胡子少就山治。最后一个2000边的话是黑色玛利亚，说实话唯一的作用就是尼卡之后追东用的，或者如果你场上7基德太多把东玩没了，也可以用它追回来。我就是保留一个上线的可能性，换成速攻弗兰界也可以。最后单独介绍一下这个1费的罗宾，咱们就进入大哥的部分。作用很简单，如果你所在的地区黑色比较多，就可以带一张搏一下上线，主要就是为了击杀雷贝卡。打黑色只要少让他雷贝卡转一轮，咱们的胜率就能大大增加，或者偶尔踩小缝，一些小的检索，娜美的检索娜美都算是一些奇效吧。接下来重点讲下大哥部分的取舍，毕竟玩红子路飞为的就是享受比别人大哥上的快的快感。我的构筑里面7费以上的角色的数量多达17张，远超其他领袖，基本能一较高下的也就是以后期见长的红发了。艾尼路也才12个，不过红子打红发那可是大优势。大哥配比多的最大好处就是在起手时只需要考虑跳费，剩下上什么大哥的问题就全交给右手，抓到什么就上什么，抓到负数了的时候再考虑先上哪个后上哪个。17张的大哥里面有8张都是7费曲线，这也是我当前环境下最大的变动了，很大程度的增加了7费曲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完全不能接受后手跳过费的第3个回合空过的，必须要在7费时能登场一个7费角色，否则不说一定输吧，至少也有一只脚踏进棺材里了。当然啊，这也是我下满奎因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后手跳过1费了，上个奎因炸一东我是能接受的，因为你下回合还是能上9。8张7费我稍微介绍下他们的功能。7费基德我从开始基本就在一直强调它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当前环境最重要的针对手段。面对环境大头的蓝明哥和紫路飞时，7费基德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应对手段。这2个领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都是6000角色居多，蓝明哥可能还好，但是紫路飞是完全没有6000以下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如果能变成7000头，就能很大程度上的阻碍他们的进攻频次，只要站怪就打不到脸，如果打脸之后的进攻频次就会不够。所以起手时除了跳费组件，7基德就是另一个最高优先级。另外的2个7费角色，2张山治，2张贝克曼。贝克曼真是过于好用了，有边不卡手，还能帮助处理那些立着的关键6000角色，比如女帝、山五郎。黑色的萨博更是直接针对，非常好用。
七费的山治主要是用于过墙斩杀，一般不会在七费下，但是如果你手里没别的七费，那七费的时候该下也必须下。剩下的大哥里面，九费路飞应该是最没什么好讲的，能被娜美检索，不亏牌登场，还能打搅1万的速攻，完美中的完美。其实完全可以带4，我带3是因为还是要给其他角色留点位置。10费妮卡可以说是红子路飞的绝活牌了，只带1是因为一般只有斩杀回合用，或者打黑色时能空场下也会比较赚。罗杰则是彻头彻尾的斩杀用了，两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情况。8费的龙则是打黑色的利器，打紫路飞更是一把好手，因为红子那有8就有9的特性，大部分时候都是能打2角9000，每角都至少3手，这俩哪个来了都吃不消，是很重要的环境针对牌。9费胡子只投入了2，是因为当前环境你基本已经很难做到简单的通过白胡子连拍取胜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对局速度过快，你也必须要尽可能的增加能给到的压力。另一方面，西基德的大量使用会让你如果拍白胡子的话，经常会出现你的头比基德大的情况，那对面就蹭基德不打你了，这点其实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你还是希望对面是打你的脸的，这样你能有机会通过吃血来补充手牌。因此当前9费胡子大部分的使用情况都是在你空血或者溢血时，也就是对面的斩杀轮次前登场，做个9000或者1万头来增加对手的斩杀难度。除了我选择的这几个大哥之外，还有可以选择的大哥就是8费的雷利和10费的速攻香克斯了。我没选择的原因是，雷利在红子路飞里和贝克曼一样都是杀6000人，但是会比贝克曼慢一个回合。10费香克斯的话，如果你场上没有站住至少一个7费基德的话，那你很容易没有费去开橡胶巨人，资源循环上就会出问题。不过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喜欢不管怎么样都会想办法站住个7基德的话，10费的速攻香克斯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构筑上的讲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大概讲下打法思路。红子路飞的打法思路相对比较固定，基本上打什么领袖都差不多，除了因为是一回合拍一个的领袖比较劣势黑色以外，打大问卡组其实都不是很劣势。当然也就是说其实打大问卡组也都不能说很优势，属于强势5-5开的卡组。同时因为我认为先手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跳费卡组的压制力，所以80%以上的情况也都是要先手的。先手你就去找索隆十郎和小冯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大哥越多越好，你就3费索隆十郎，5费索隆十郎加小冯跳2费，下回合到10了你就99999的一直拍，每回合都能留1费开大脚，谁来了都挡不住你，属于是卡组上线了。当然如果是手里大哥数量有限，那就需要讲究一下拉扯了。一般情况下登场顺序的优先级是优先站个7费基德，因为只要他站住了，每回合都能增加防守能力，这个收益是持续不断的。然后是9费路飞，登场过一张打一脚，就算被解了也不亏了。接下来是龙，毕竟纯是为了打2脚大的，除了打黑色和紫路飞一般情况下没那么有用。然后才是白胡子和那俩10费。原理我上面介绍构筑时说过了，就不再说一遍了。曾经有小伙伴问过我什么时候登场贝克曼，这里我说一下我的理解，一般是2种情况。第一种是对面场面压力不大，登场基德不是很迫切，即使对面下轮打你一轮也掉不了什么手牌的时候，你先贝克曼解一个，你下轮再上个基德，给的进攻压力会更大。第二种就是对面有个你很迫切的需要解掉的角色，比如紫路飞的5费基德或者山五郎，否则大部分情况下手里又有基德又有贝克曼，还是基德优先级要高一些。总体来说，红紫路飞的打法思路其实很简单，复杂的还是构筑思路的取舍。因为领袖本身其实是个泛用型领袖，怎么构筑其实都是合理的，所以也没有任何的构筑答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里稍微教大家一个应对黑色时的小 tips， 在面对陆奇时，如果他后手第一个回合是什么都没干空过的，那么你先手的第2个回合可以不打这一脚，防止他交个2000边对目，这样他4费时陆奇是解不掉你的索隆十郎的，因为墓地数量不够。虽然冰河布鲁克也能解，但是说实话对陆奇来说亏死了，面对大哥卡组每一张冰河都很关键，而且万一5费还是有小冯的话更是炸中炸。幸测这个小妙招能有效提高对陆杰的胜率。基本上我要说的就这么多。红子路飞是个虽然构筑思路很多样化，但是上手却是十分简单的一个领袖。想明白整体思路之后，剩下的只需要通过不断的练习磨练一下细节，就能很轻松的玩好这个领袖了，十分推荐大家上手试试。好了，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本期红子路飞的讲解到此就正式结束了，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